毕竟海天宗的神势力其底蕴强大，那名海天宗的宗主与他的交情也都很好。按照推算，不出意外的话，李龙肯定能够晋级前10名。结果与这一届的大黑马萧炎的激烈对战下，2败俱伤。而与萧炎一组的那4名第一神也是面露苦涩。没想到他这一组皆是没有谁成功晋级，但是也同时认可了萧炎的强大。以第3序列的实力，便是能够与第1序列巅峰以及在嗜血铠甲这等神器的加持下战成平手。就算是放眼任何神势力之中，都是屈指可数。他们这4名所在的神势力虽然不是前10，但是也是非常强大底蕴，所以他们也见证萧炎的恐怖，也想与其结交。虽然有些参赛者淘汰了，但是观看这些人晋级前10的那一种激烈战斗后，发现这种感觉也是略微有些震荡，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喜悦和快感，令人非常舒畅，但又有些许不自在的感觉。不过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享受的视觉感。那人的灵魂修为已经达到主境了，距离神境也是迟早的事。那名云灵宗的灵境眼眸投射萧炎这边，对于萧炎的刚刚战斗，他也是看到眼里。此人不仅灵魂力量强大，就连战斗力都如此的惊人，似乎萧炎的强大也让他有些一点兴趣。此人果真不简单，但也非常的可惜，没能晋级前10，不然日后能够与之讨教切磋，不也是一件修炼神之路上的幸事？乾隆宗的贾墨以及玄武宗的玄替眼神皆是微眯，暗自喃喃，不愧是炎帝啊，竟然还能够战平第1序列巅峰的神器。然而谁也不知道，噬魂宗的那名魂秀的眼眸猛然一缩，其眼中露出了浓浓的杀意，身体不免都是有着颤抖起来，一股仇恨瞬间由心而生，但并没有出手。剑神葛伦的眼睛微眯，目光也是缓缓地看向了萧炎，略微一顿之后，眼中便是露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喃喃道：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的话，恐怕到时候再战李龙，怕后者也不是其对手了。从他身上身怀2种火焰，其中一道还是神火时，便知晓萧炎并不是普通人，能够收服炼化大咒神物的神火，怕不是天命之子才能够做到这般。一般神奇就算找到神火，将其收服炼化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在所有人看来，这一届的招揽神会比起往届的精彩太多了，其中特别是萧炎与李龙的那一战更是惊天动地。招揽神会的前10名额已经锁定。此时一旁一直没有开口的天意神君也是缓缓出声：恭喜此届招揽神会的前10名优胜者，3日之后你们便可以踏上神器联盟的超级方舟，前往神器联盟的9玉天神阁，届时会有其他神器来安排你们。同时你们也已经加入我们神器联盟的资格，享受神器联盟给你们带来的丰富神之资源。你们所前往的乃是9玉天神阁进行最底层开始修炼，但是那里也有比你们更强的神器，所以竞争是难免不了的，这也是对你们在神之路上的重大的磨练。只有在这些神器之中脱颖而出，那么你们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神境领域。此话一出，那前10名的优胜者也是一脸兴奋，听到已经加入成为神器联盟的一员，这一刻是等了很久很久。对于他们来说，不惧什么强者之间的竞争，而是缺乏像神器联盟这样的最佳修炼之地，如今能够梦想成真，无疑不是很开心很激动。旋即天意神君的目光则是在那些淘汰者的身上投射了过去，道：此前说过，只要凡是参加此次招揽神会的参赛者，我们将会给予你们玉元池的洗礼，能够提高你们的一些神力。听到这话，无数淘汰者也是轰然炸响，能够受到神器联盟的玉元池洗礼，同样都是他们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如此也好，虽然没能晋级成功，不过至少还能够享受到玉元池这等好处，也算是值得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天神山了。不少神奇也都开始纷纷出声，对于神器联盟这等公平都是极为的满意。好，接下来你们10名优胜者准备准备，3日之后你们便随我前往9玉天神阁。说完，天意神君的目光则是看了看那一直盘坐疗伤的萧炎身上。一旁的天神山之主见此情形，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当即没有说什么，身影直接消失在圆台之上。2日之后，萧炎与吞吞的伤势也是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是萧炎准备了一颗仙品高阶的丹药，怕是这种程度的伤势至少也得要数月才能恢复。天神贵宾阁的天级房间，萧兄，吞吞前辈，你们的伤势好了吗？在萧炎的房间里，灵动牧尘天心主则是坐在椅子上喝了喝茶水，开口道：不爱，经过1天药效的调理，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是没想到我与吞吞前辈没能顺利晋级前10。萧炎说到这里摊了摊手，微笑道，一旁喝了一口茶香四溢的茶，放下手中的茶杯后，吞吞也是有些无奈，本想着能够加入神器联盟，打听到更多有关于元尊的消息，可眼下却是没有机会了。吞吞前辈，元尊的事情我们帮你打听打听。此时牧尘似乎知晓吞吞心里所想，便是说道，此前吞吞参加招揽神会，其目的就是能够打听到元尊的消息，所以不难看出现在的吞吞心里所想的事情。见到牧尘这么说，吞吞也是打起了一丝精神，拍了拍牧尘的肩膀，对其拱手感谢道：牧尘小友，那就多谢了。吞吞前辈不必客气，小事情而已。牧尘也当即摆了摆手，没想到这海天宗的李龙竟然如此强大，
而且我想他应该不会善罢甘休。萧炎小友日后可要小心海天宗那些人了，毕竟他们乃是前10神势力之一，底蕴可想而知。虽说萧炎与吞吞没能晋级，非常的无奈，但天心主也为萧炎等人担忧起来。闻言，萧炎则是没有一点惧意，不以为然的笑道：“天心前辈，这倒是没什么，既然能够击败他第1次，我就能够击败他第2次。对了，你们马上要前往神奇联盟之中，一切都要万事小心，那里怕是也是水深火热、竞争激烈的地方。”萧炎抿了抿一口茶，轻声道：“灵动木陈天心主等人也是点点头。的确，神奇联盟中的神之资源虽然丰富，可其中的神奇也是自然众多。他们此次前往的乃是9域天神阁，而在9域天之上还有8个域天。如此可见，这神奇联盟的怕是一个巨大的蛋糕，诸多神势力以及一些超神势力都想加入其中，就证明了这块大蛋糕的资源是多么的雄厚。不过这2日，萧炎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般。毕竟灵动木尘以及天心主3人很快就会启程神奇联盟，为了让他们不受任何事情的影响，并没有说出来，只是放在了心里。几人又在这里交流了半天，聊的是从认识再至今各种有趣的话题。在这天级房间中，时不时有着笑声传出，似乎他们几人聊得非常的开心愉快。而不知不觉，3日的时间已过，今日便是灵动木尘他们离开天神山，前往神奇联盟的日子。此时，在天神山的上空处出现了一艘巨大无比的超级方舟，在方舟的舟身上写着神奇2字，并且这艘方舟有着神圣的光辉散发而出。仅仅是神奇联盟的一艘超级方舟，便是有着如此的气势。如果抵达神奇联盟的9域天神阁，那岂不是更加的令人想象不到的震撼之感？很多道身影都是仰头望向那艘超级方舟，不少身影皆是露出羡慕的色彩，因为能够踏上这艘方舟，就代表着成功加入神奇联盟之中。这也是无数神奇以及一些神势力都想要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有些人已经完成梦想，而有些人则是继续努力的去完成加入神奇联盟的梦想。他们虽然这一次未能晋级，但是下一届的招揽神会开启，必定有着他们的晋级名额。1道、2道、3道等身影开始跃上虚空上的超级方舟，这些身影正是此前成功晋级前10名额的那几道身影。萧兄，吞吞前辈，我们再会了。灵动木尘以及天心主对着萧炎以及吞吞拱手沉声道，他们知道这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见面了，也不知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彼此又会达到什么样的层次领域。林兄、木尘、天心前辈，你们要小心，下次再见时，希望你们已经在神奇联盟中闯出一片天地。萧炎也同样对着他们3人拱手示意道，这一次或许也是他们离开千元界以来第一次无期限，不知何时能够再见面，但是他们之间都非常期待下一次见面之时将会是以什么震撼的场面相遇呢？最后在几人的道别后，灵动木尘天心主3人转身，直接掠上那神奇联盟的超级方舟的甲板上。灵动望着下方那无比辽阔的天神山，转头对着木尘天心主感慨道：“二位，这一次与萧兄一别，也将会是我们在神之路上开始最重要的第一步，充满神秘的神奇联盟，我灵动来了。我一定要在神奇联盟加倍修炼，寻找到我的一气食神化功法和其他4座原始法身。”木尘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着信心，此前有了法心之眼，对于其余4座原始法身的信息相当于好找很多。今日我天心能够加入神奇联盟之中，整个天心界也将会得到气运的暴涨，整个大界生灵都会有着更多提升实力的丰富资源。我会更加努力，为自己的世界打拼出更加美好的一片天。每一个人此时都充满着浓浓的自信，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做许多神奇以及神势力都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拥有神奇联盟这等丰富的神之资源为修炼的根本。随着10道身影全部落在超级方舟的甲板上时，一道陌生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超级方舟的甲板最前方，而他乃是这艘超级方舟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实力达到第1序列神的神使。这名神使看着眼前的这10道身影，和蔼地微笑道：“已经到齐了。从天神山到达神奇联盟需要1个月的时间，由于距离相对较远，你们在中途觉得无聊，也可以在方舟上修炼，那里有着时间修炼室。”说着此话，直接让众人直接傻了眼。仅仅一艘方舟里面竟然有时间修炼室，而且每一间的修炼室都是非常大的。他们此时都在想着，不愧是神奇联盟的大手笔，竟然还有着如此豪华的超级方舟。如果换作是灵动木尘他们，记得上次行驶的方舟也就1间修炼室，并且面积还没有这次的大，就算是天心主也为神奇联盟的方舟感到震撼。那么我现在便带你们前往神奇联盟的9域天神阁。说完，这名超级方舟的负责人便是启动了这艘超级方舟。巨大的方舟开始缓缓地移动在虚空中，下一刻，在这艘超级方舟的正前方，那处空间竟直接被一股神圣的力量撕裂开巨大的口子，然后超级方舟便是直接行驶而进。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那艘超级方舟彻底地没入空间裂缝之中，最后那片空间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这就是与其他穿梭方舟的不同之处。神奇联盟的方舟基本都是比穿梭方舟更高级的叠空方舟，而叠空方舟的速度比起穿梭方舟更快数倍。如果是穿梭方舟的话，从
从天神山到神奇联盟则是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叠空方舟的速度大大的增加了6倍。随着那10名晋级优胜者乘坐超级方舟离开了天神山之后，便是传出天神山之主的声音：参加此次招揽神会的所有参赛者，明日前往天神山的东面地狱，那里有一座山峰，名为玉峰，而在玉峰里便是有着一处玉元池，大家可以准备准备。虽然声音从天际边传来，却是不见天神山之主的身影。这一场招揽神会对于所有参赛者来说都是改头换面的机会，就算是淘汰者也有着来自神奇联盟的馈赠，而对于他们来说，这绝对是能够让他们实力提升的最佳机会。此时无数参赛者发出诸多欢快兴奋之声，当所有的声音都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便是直冲云霄，传荡在整个天神山的天际之上。而此时在天神山的某一处巨大的宫殿中伫立着数道身影，其中一道身影便是天神山之主，而在这数道身影的前方还站着另一道身影，穿着极为华丽尊贵，金袍加身，头戴帝冠，而这道身影正是天意神君，也就是掌管整个九域天神阁的九域天神君。此人正是在招揽神会的时候见到萧炎身上那强大的神火后，燃生起贪婪之心，想要抢夺萧炎身上的那神火。如果将那道神火成功抢夺，那么自身的实力也将会得到提升。在拥有神火这等神物，就算是对上8域天神君，怕也是有着对抗之力了，因为神火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虽然只是排名第9的幻虚神火，一旦被天意神君夺得，自身的实力都将会是巨大的升华。而这群人影，如果萧炎在的话，皆是会大吃一惊，因为这些人的面孔萧炎非常的熟悉，他们正是此前在纪元遗迹中被那神秘少女吸收了灵魂的10大神使，其中还包括与萧炎对战过的方科神使。只是为什么已经被吸走了灵魂后应当陨落才对，为何又会死而复生呢？这一点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只有他们自己以及神奇联盟中的其他神器了。他们都以天意神君为首，而天意神君的声音缓缓地说道：此消息属实，属下打听过，那名来自天元界的祖韬吞吞的确与元尊认识，在当时元尊还在成长时，那名祖韬吞吞就跟在元尊的身边，有过与元尊出生入死般的关系。那10大神使之中的一名身披银甲、身材高大的男子沉声回答道：既然如此，那么等他们完成玉元池的洗礼后，我将会亲自将那名祖韬吞吞缉拿。说着，天意神君的神色突然一变，有些阴沉，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和善的笑容，然后又再补充道：你们不是也与那叫萧炎的小子有些过节吗？那就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彻底的将他扼杀在摇篮里吧。此子天赋异禀，是数万年都难得一见的神之骄子，还身怀2种火焰。如果等他成长起来，这对你们是一件极为不好的事情。而他的神火便是本神君的了，哈哈哈！伴随着一道大笑声传出，那一众神使的脸庞之上皆是肃然恭敬之色。面对眼前的这位天意神君，这些神使只能毕恭毕敬，毕竟不管是从身份还是实力上来说，都是远远的甩了这些神使一大截。当即纷纷拱手抱拳，喝道：是天意神君大人。今日乃是所有参赛者前往天神山的东面地狱，因为那里便是玉元池的所在之地。然而参加招揽神会的参赛者，其数量乃是上千人，也不知道能够容纳如此多名参赛者。诸多神旗飞上天际，朝着东面急速掠去，速度非常之快，甚至有些参赛者为了能够提早到达，竟然都开始撕裂空间而去，为的就是能够尽早获得玉元池的最佳位置。听说玉元池有3环，最内环的神元之气是最浓郁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拼了命的也要提前抵达。萧炎与吞吞的身影踏出天神贵宾阁后，便是抬头看到虚空中竟然有如此多的人影化作流光，都朝着一个方向飞去。看来这玉元池的诱惑力极其大，竟然让如此多的序列神都如此激动，其中不乏还有第1序列实力的那些神器，也同样如此。萧炎喃喃道：萧炎，我们也走吧，我也想见识见识这玉元池究竟有什么诱惑力。站在萧炎右侧的吞吞挺胸，仰望天际那些密密麻麻的身影，率先迈出一步，下一刻便是跟随着那些人影一同飞去。而此时的萧炎心中有着隐隐不好的感觉，似乎有着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但也没有想那么多，旋即化作一抹流光紧跟其后。在飞行途中，萧炎吞吞俯视着下方的大地，也被壮丽的风景所震撼。不愧是第1等级世界，仅仅只是天神山中的景色，竟就有着如此壮观美景，而且神元之气的浓郁程度也是相当高。速度再快一点，不然最内环将会被其他参赛者多占领，那么到时候我们的所提炼的神元之气就会稀薄一点了。此时一些人纷纷出声，同时也是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比起之前加快了1倍之多。而萧炎与吞吞也是听见他们的对话，吞吞开口道：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参赛者的速度竟然加快了许多。说完，一声巨大的咆哮声响起，然后化作一道巨大的祖韬之躯，瞬间爆发出惊人的气势。萧炎，站在我的身躯上，我带你冲刺。祖韬那巨大的身躯盘旋于空中，对着萧炎出声。萧炎也是点点头，直接掠上了祖韬的巨大身躯上。见到萧炎上来，变身为祖韬之躯的吞吞
当即朝着东面急速掠去，那速度快若闪电，一瞬间便是出现在了千里开外的区域。这速度直接让的其他参赛者都震惊骇然。这速度也太快了吧！随着萧炎他们身影的消失，不少人也提升了自己的速度。此时在天神山的东面地域，这里伫立着一座不是很高，但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平原一般的山脉。这座山脉便是玉峰。玉峰山脉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也有着不少的魔兽生存于其中，时不时还有着这些魔兽的一些咆哮声。平日里这里的魔兽也不会出声，算是非常清静之地。而今日则是不同，因为在这一座广阔的山脉中，有着一处玉元池，而现在已经有着诸多可怕的破风声朝着这边山峰处暴掠而来。玉峰上的虚空上，不断的空间被撕裂，在其撕裂处，一道道身影便是立于其上。他们扫视着下方这充满无限生机的山脉，便是感受到这里的神元之气竟然是如此的粘稠。看来距离玉元池已经不远了。看，那是……其中一人手指着山峰的远处，在那山壁的后方，竟然露出了非常庞大的湖泊。随着此人手指的方向，众人的目光也是投射过去，却是看到了非常让人震撼的一幕。这湖泊之上，竟然散发出如此粘稠的神元之气。他们每一位神奇体内的神力，在这一刻都是沸腾起来。那就是玉元池吗？太大了，就算容纳数千人，都是每一任何的问题啊！神奇联盟随便给予我们的手笔，竟都是如此丰富。此前没有晋级前十，加入神奇联盟真是可惜了。说话的这人也是一名第一序列神，心中也内玉元池所震撼。如果在神奇联盟接受更多的神之资源，那岂不是在神之路的修炼上不得直线的飙升？得了吧，能够有着神奇联盟的玉元池馈赠，就已经万分感谢了。至于想要加入神奇联盟，那人家可都是以强大的实力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才能有资格晋级加入神奇联盟。几人交谈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参赛者都已经出现在了这里。他们的目光在看到玉元池的辽阔后，心中不自觉的都被震撼了一下。同时，那粘稠的神元之气已经让得他们体内有一种突破的迹象。玉元池的面积非常的辽阔无比，而且远远看去，能够看到玉元池内总共有3环，最外环的神元之气最稀薄，不过也是非常难得能够提升神力修为的机会。而这玉元池的最内环，那里的神元之气不仅粘稠，而且还非常的精纯。如果在内环吸收炼化其中神元之气，毕竟有着不少实力的提升。想到这里，这些参赛者便是直接选择了最内环的玉元池，化作流光直接冲入其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参赛者出现在玉峰上的虚空上，这片天地瞬间有着强大的神力弥漫其中。内环，我要内环，谁都不能和我抢！很多参赛者便是咆哮起来，他们的目标呵呵明确，皆是选择最内环。只不过想要内环，可不是他们想要就想要的。毕竟那些第一序列实力的神奇则是不同意。感受到很多第3序列和第2序列之位的神奇想要争夺最内环的玉元池，这些第一序列神直接一掌挥出，强大的巨掌直接将他们尽数的击退。片刻间，那些第3序列和第2序列的神奇皆是被这些第一序列实力的神奇阻拦而下。感受到第一神的力量，就算他们人数再多，也不敢惹第一序列神。毕竟第一神力实在是高出他们很多很多。既然最内环进不去，那么就开始对着第2环的玉元池冲去。当然，想要争夺第2环的玉元池也没有那么轻松。哼，想要进入这第2环玉元池，你们也得有那本事才行。此时，一些实力达到第2序列神的神奇直接爆发出惊人的压倒性力量，震退了这些想要霸占第2环的神奇。该死，第1环的玉元池被第1序列神霸占，这第2环的玉元池又被这些第2序列神所占据。这时候，这些被击退的身影紧紧咬牙切齿，无法也是非常的无奈。毕竟他们的实力也就第3序列神，如此一来，他们恐怕只能在第3环了，也就是最外环的玉元池。所幸他们也是选择面对了眼前的现实，毕竟以他们第3序列神的实力，想要进入第2环和第3环，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了。就在这些身影跃进第3环的玉元池中的时候，在玉峰的虚空中传来一道巨大的咆哮之声。片刻间，一道巨大的阻涛便是直接朝着下方的玉元池冲击而下，并且选择的乃是玉元池最内环的那一片区域。而就在第1环玉元池中的那些第1序列神看见如此不长眼的家伙竟然进入他们的地盘准备出手时，那阻涛身躯上的那道黑袍身影一伸出手掌在其上，便是浮现出一道白色的火焰。在白色火焰出现的瞬间，整个玉元池的池水竟然都开始有着被蒸发的迹象。那道白色火焰是……紧接着便是有着一个令他们这些第1序列神都感到震撼的声音自他们的脑海中炸响起来，是那位与李龙战平的那名参赛者，似乎叫萧炎。此话一出，不仅是最内环的那些第1序列神立马停止了出手，就连第2环和第3环的神奇都是面露震撼的目光之下，看到祖涛与萧炎成功的落入了第1环的玉元池之中。由于祖涛的体型巨大，在掠进玉元池之时，便是爆发出巨大的水花，朝着四周溅去。同时，一股极为精纯的神元之气便是进入了萧炎与祖涛吞的体内。也就在这一刻，他们2人便是有所感应，体内的神力竟然开始波涛汹涌起来。能有如此的变化，在第一时间，萧炎与吞便是知晓这里的神元之气怕是已经达到一个极为高密度的程度。但是也就是众人都知晓了萧炎的身份后，
那些第一序列神也愣是一脸无奈，就算萧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跃进了最内环，也没有丝毫的办法能够驱逐萧炎他们。况且如果不是萧炎驱逐他们，已经是非常万幸了。虽然感应到萧炎的实力仅是第3序列之位，但此前与李龙的那一场战斗，他们都仿佛历历在目一般。那场战斗实在是太过惊人了，就算是换做他们任何一人单挑李龙，都会败在其手里。再换一句话说，就算是剑圣葛伦对上李龙，怕也吃不到好处。这就是为什么萧炎进入最内环的玉元池时，没人敢对其出手的原因。第1环的玉元池的面积也是能够容纳上百名，但萧炎与祖韬吞吞则是位于第1环的最中心，那里的神元之气才是最精纯的。但在那最中心区域的不仅有萧炎和祖韬2人，还有着一道身影也立于那处位置，而那道身影便是海天宗的少宗主李龙。此时他恶狠狠地看着萧炎，似乎恨不得将萧炎击杀。但是他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想要击杀萧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君子报仇10年不晚，日后再收拾着萧炎也不迟。